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可不得了，这个故事发生在两岸之间，牵扯到的可不只是简单的爱情，还有家庭观念、文化差异、彩礼争议，甚至是两地生活习惯的巨大鸿沟。这个事情真的是让我唏嘘不已啊！说到跨海恋爱，大家第一反应是不是觉得很浪漫？台湾男生给人的印象普遍都是温柔体贴，有绅士风度，说话软软的，超有礼貌。大陆女孩嘛，特别是这种高学历的博士，给人感觉就是又独立又有想法。按理说强强联合应该挺不错的吧，但现实往往比电视剧还狗血。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讲小云和阿明这对苦命鸳鸯的故事。小云是江苏苏州人，从小学习就特别好，别人家的孩子那种本科北大硕博连读，学的是生物科技，是实打实的学霸一枚。家里条件也不错，父亲是国企高管，母亲是中学老师，从小含着金汤匙长大的。按理说，这样的女孩子找对象，那不是手到擒来吗？但小云偏偏就是那种在感情上慢热的人，30岁了还单着，可把她爸妈急坏了。女儿啊，你看咱们小区王主任家的儿子，北京有2套房，研究生学历，在银行工作，条件多好啊！小云妈妈天天这样念叨，妈，我跟他没共同语言，聊5分钟我就困了，这日子没法过啊。小云每次都这样回答。就在父母准备第108次相亲公示的时候，小云参加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，遇见了来自台湾的阿明。阿明是台大生物系副教授，学术水平高，长得也是一表人才，谈吐幽默，待人温和。最关键的是，两个人研究领域高度重合，一聊就是通宵，那感觉简直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知己。我当时真的被电到了。小云后来跟我说，丽姐你是不知道，那感觉就像是命中注定的缘分，太奇妙了。会议期间，阿明处处照顾小云，会后还特意多留了几天，带小云游览苏州的园林。两人在拙政园的湖边，阿明就表白了。那场景听小云描述，简直比偶像剧还要浪漫。小云，或许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我觉得你就是我生命中的那个人。我知道两岸有距离，但距离阻挡不了我对你的心意。哎呀妈呀，这台湾男生说起情话来，那真是一套一套的。小云哪受得了这个，当场就被撩到不要不要的。他本来就对阿明有好感，现在被这么一表白，整个人都飘飘然了。但是问题来了，恋爱容易，相处难啊！刚开始两人处于热恋期，一切都是美好的。阿明经常从台北飞到上海，然后坐高铁去苏州见小云，小云也会利用假期飞去台湾，两人就这样开启了长达1年的异地恋。期间，小云把阿明的事情告诉了父母，结果可想而知，彻底炸锅了。什么？台湾人？那边的情况咱们也不了解，万一是骗子怎么办？小云爸爸听到这个消息，第一反应就是拒绝。爸，阿明是台大副教授，有正经工作，人品也很好，怎么可能是骗子？小云据理力争。那也不行，隔着那么远，你以后是打算过去，还是让他过来？两边生活习惯差那么多，能过得好吗？小云妈妈也表示强烈反对。小云此时已经陷入爱情的漩涡，无法自拔，根本听不进父母的劝告。她坚持认为爱情可以克服一切困难。年轻人啊，总是这么理想主义。一开始，阿明经常跟小云视频，每天发消息嘘寒问暖。小云觉得这就是传说中的甜蜜恋爱啊。但渐渐的，文化差异开始显现出来。比如说吃饭问题，大陆这边，尤其是苏州人，讲究精致，一顿饭要有荤有素，色香味俱全。而阿明呢，习惯了台湾的简餐，一碗卤肉饭就能解决一顿。小云去台湾时，阿明带她去夜市吃小吃，她觉得新鲜有趣。但时间久了，她开始想念家乡的红烧肉、松鼠桂鱼这些精致菜肴。再比如说生活习惯，小云习惯了大陆的快节奏生活，做事雷厉风行，而阿明性格随和，喜欢慢生活，周末宁愿在家看书、喝茶，不愿意出去挤商场。这些小摩擦积少成多，两人偶尔也会为此争吵。你看看你们台湾男生，表面温柔，其实固执得很。小云有次跟阿明吵架后跟我吐槽，但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，尽管有这些小摩擦，
但两人的感情依然稳步发展。交往2年后，阿明决定求婚了。他精心策划了一场浪漫的求婚，在台北101大楼的观景台上单膝跪地向小云求婚。小云当然是感动得泪流满面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可喜事刚传回苏州老家，小云爸妈立刻就变了脸色。什么？这么快就要结婚？他家什么条件啊？有没有房子？彩礼准备多少？小云爸爸一连串的问题抛了出来。爸，台湾那边不兴这一套的，他们那边结婚很简单，不像咱们这边这么复杂。小云试图解释，不行，就算是台湾人也得尊重咱们这边的习俗。你可是博士啊，身价多高，怎么能不要彩礼就嫁过去？小云妈妈坚决不同意。最后，小云父母提出了一个令人啧舌的条件，彩礼要100万人民币，还要阿明家在苏州买一套房子，作为小云的嫁妆。这个要求一出，阿明傻眼了。在台湾，结婚根本没有彩礼这一说，更别说这么高的金额了。阿明家境虽然不错，但也没有富裕到随随便便就能在苏州买房的程度啊。小云，我尊重你们的传统，但这个要求实在是太高了。我可以拿出一部分积蓄作为彩礼，但买房子真的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。阿明很为难地对小云说。小云夹在父母和男友之间，左右为难，一边是疼爱自己一辈子的父母，一边是深爱的男友，她该怎么选择呢？面对这个两难的局面，小云真的是头大如斗啊！她反复跟父母沟通，希望他们能够理解并降低要求。爸妈，你们这是把阿明往绝路上逼啊！他是台湾人，那边根本没有彩礼这个传统，他已经很尊重咱们这边的习俗了，愿意给一部分彩礼。小云苦口婆心的劝说，什么叫逼？这是规矩。小云爸爸态度强硬，在大陆男方家出彩礼天经地义。再说了，你是博士又是独生女，这个彩礼一点都不过分。可是爸，阿明工资虽然不低，但台湾那边物价也高啊，他也有自己的房贷要还，哪来那么多钱？小云试图让父母理解阿明的难处，那是他的事。小云妈妈插嘴道，如果他连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，以后遇到更大的事情怎么办？这也是对他的一种考验。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婚恋观念啊！在很多大陆家庭看来，彩礼不仅仅是钱的问题，更是对男方诚意的检验，是对女儿价值的认可。但在台湾，婚姻更强调的是两个人的感情基础，物质条件反而不是首要考虑因素。眼看着婚事就要泡汤，小云急了，她决定铤而走险，瞒着父母，私下和阿明结婚。阿明，要不我们先去台湾登记，等以后有条件了再补办婚礼。小云提议道。阿明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点头同意了。他知道这对小云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，也明白这意味着小云可能会和父母关系恶化，但他真的很爱小云，不想就这样放弃这段感情。就这样，小云以参加学术会议为借口，飞到了台湾，和阿明低调的在台北市区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了。婚后，小云住进了阿明位于台北市内的小公寓。这个公寓虽然不大，但收拾得很干净温馨。阿明还特意空出了一间房作为小云的工作室。刚开始的同居生活简直是蜜里调油。阿明每天早起做早餐，周末带小云去野柳、九份这些地方游玩，两人聊学术，谈理想，日子过得不要太惬意。丽姐，我当时真的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小云跟我回忆那段时光时，眼里满是怀念。可好景不长啊，生活中的柴米油盐终究会消磨掉最初的浪漫。小两口的生活习惯差异慢慢显现出来。阿明习惯早睡早起，小云则常常熬夜看论文。阿明喜欢安静的家居环境，小云则习惯热闹，喜欢约朋友来家里聚会。阿明省吃俭用，认为积蓄重要，小云则觉得钱就是用来提高生活质量的。这些小摩擦本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但是问题大了。小云父母知道了这件事。有一天，小云妈妈打电话来，无意中提到小云参加的学术会议，结果小云回答漏了嘴。老妈一听就不对劲，一番逼问下，小云只好坦白了已经和阿明结婚的事实。你这孩子怎么能这样，连爸妈都不告诉就结婚了，这像话吗？电话那头，小云妈妈的声音都在颤抖。妈，我是迫不得已呀，你们的要求阿明真的满足不了，
但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所以才。小云试图解释，不行，这婚我们不认，你必须立刻回来。小云爸爸直接抢过电话，命令道。小云当然不同意，她已经是阿明的合法妻子了，怎么可能因为父母的一句话就放弃自己的婚姻？但小云父母认定这是一场不被祝福的婚姻，甚至扬言要断绝关系。这下可糟了，小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痛苦中。她一边担心父母的身体和情绪，一边又不忍心离开深爱的丈夫。阿明看着妻子日渐消瘦的面容，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小云，要不我们回苏州一趟，好好跟你父母谈谈，阿明提议道。小云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于是小两口收拾行李，飞回了苏州。见面的场景比想象中的还要糟糕。小云父母看到阿明的眼神就像在看仇人一样，一顿饭下来几乎没有正眼看过他。饭后，小云爸爸把阿明单独叫到书房，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条件：我不管你们已经结婚了没有，在我们这里没有办酒席，没有彩礼，这婚就不算数。现在有两条路，要么按我们的要求来，100万彩礼，在苏州买房，要么你就离开小云，我们当这事从来没发生过。阿明听完简直是目瞪口呆。在台湾，婚姻是2个人的事，登记了就是合法夫妻，哪有这么多附加条件？但他也理解，在大陆，婚姻不仅是2个人的结合，更是2个家庭的联姻。叔叔，我尊重您的传统，但100万彩礼和苏州买房确实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。我可以努力工作，慢慢攒钱，但需要时间。阿明试图妥协。没门！小云爸爸寸步不让，我女儿这么优秀，嫁给你已经是你高攀了。如果你连这点诚意都没有，趁早分手吧。这场谈话以不欢而散告终。阿明回到客厅，看到小云满脸期待地望着自己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开口。晚上，当小云得知谈话内容后，终于崩溃大哭起来。她没想到父母会如此固执，也没想到自己的爱情之路会如此坎坷。阿明，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会这样。小云抽泣着说。别哭，这不是你的错。阿明轻轻拥抱着妻子，我们会想办法的。就在2人一筹莫展之际，小云突然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案。她的博士后项目即将结束，可以申请台湾的研究职位，这样就能名正言顺地留在台湾，减少与父母的冲突，而且2人都工作的话，经济压力也会小很多。阿明，我在台大申请研究员职位怎么样？这样我们就能一起在台北生活了。小云眼睛一亮，阿明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，立即表示支持。于是，小云开始准备申请材料，同时也向父母表明了自己的决心，无论如何，她都不会放弃这段婚姻。面对女儿的坚决态度，小云父母虽然心有不甘，但也不忍心真的断绝关系。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后，他们终于做出了让步，彩礼减到30万，暂时不要求在苏州买房，但每年必须回来探亲至少2次。这个条件对小两口来说已经好很多了。阿明咬咬牙答应了这个条件。他把自己多年的积蓄几乎全部拿出来，凑足了30万彩礼，这可真是大出血啊！但为了小云，为了这段感情，值了。就这样，小云和阿明在苏州补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。虽然小云父母全程脸色不太好看，但至少形式上过得去。婚后，小云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台大的研究员职位，正式移居台北，开始了和阿明的新生活。表面上看，这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。小云和阿明终于克服了重重阻碍，走到了一起。小云父母虽然不满意，但也接受了现实。小云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，但实际上这只是他们婚姻生活的开始，更多的挑战还在后面等着他们呢。台湾和大陆虽然同文同种，但几十年的分隔导致两地在生活方式、价值观念、社会制度等方面产生了很大差异。这些差异在日常生活中一点点显现出来，成为小云和阿明婚姻中的暗礁。首先是语言习惯不同，虽然都说中文，但台湾和大陆的用词习惯差别很大。比如，小云习惯说垃圾桶，阿明则说垃圾桶；小云说土豆，阿明说马铃薯；小云说洗手间，阿明说化妆室。这些小差异虽然不影响沟通，但总是提醒着小云她身处异乡，
其次是饮食习惯，台湾的饮食口味偏甜，而小云习惯了苏州菜的清淡鲜美。阿明喜欢的卤肉饭、蚵仔煎、大肠包、小肠这些台湾小吃，小云一开始觉得新鲜，时间久了就吃腻了，开始怀念家乡的味道。但在台北，正宗的苏州餐厅很少，小云只能自己动手，但忙于工作的她哪有那么多时间钻研厨艺啊？再次是社交圈子难以融入。阿明的朋友大多是台湾本地人，虽然他们对小云很友好，但谈话中常常提到的台湾本地新闻、政治话题、娱乐明星，小云都不太了解，难以插上话。而小云的大陆朋友又很少，导致她常常感到孤独。最让小云受不了的是台湾社会对大陆新娘的刻板印象。虽然她是高学历博士，但仍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，甚至有人直接问她是不是为了台湾的健保才嫁过来的。这种质疑让小云感到深深的羞辱和不被尊重。压力山大啊！小云感觉自己的婚姻生活就像是困在一个看不见的牢笼里，每天都有说不完的委屈。更要命的是，阿明似乎并不能完全理解她的处境。阿明，我今天在超市买东西，收银员一听我的口音就问我是不是大陆妹，那语气简直不要太轻蔑。小云忍不住向丈夫抱怨，他们不是有意的啦，只是好奇而已。阿明安慰道，你不要太敏感了。我敏感。小云感觉火冒三丈，你试试被人当成二等公民的感觉。这种沟通不畅的情况越来越多，两人开始频繁争吵。阿明觉得小云太过敏感，对什么事情都斤斤计较。小云则认为阿明不够体贴，不能设身处地为他着想。婚姻生活中最考验人的，除了柴米油盐的琐碎，还有两个家庭的关系处理。小云和阿明的父母之间，那叫一个水火不容啊。按照承诺，小云和阿明每年都要回苏州探亲。每次回去，小云父母都会各种敲打阿明。小云最近瘦了，你是不是没有好好照顾她？听说台湾的医疗保险不错，不过应该比不上我们这边的公费医疗吧？你们台湾的房价那么高，小云在那边肯定住不惯吧？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根针扎在阿明的心上。他尽量保持微笑，但内心却越来越抵触这种探亲之旅。而小云回台湾探望公婆时，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。阿明的父母虽然表面客气，但总是有意无意地提到一些让小云不舒服的话题。小云啊，你们大陆现在经济发展的不错哦，不过民主自由方面还是要多向我们台湾学习啦。阿明爸爸有次喝了点小酒，直接来了这么一句，爸，不要谈这些啦。阿明赶紧打圆场，我是说实话吗？对了，小云，你们那边是不是生男孩的还特别多，好像女孩都不要了？阿明妈妈又补了一刀，这种言论简直就是往小云的伤口上撒盐啊！她感到既愤怒又委屈，但碍于是长辈，又不能直接反驳，只能默默忍受。家庭矛盾就像一颗定时炸弹，随时可能爆发，而让这颗炸弹最终引爆的是小云怀孕的消息。在结婚2年后，小云怀孕了。这本应是一件喜事，但却引发了一系列新的争端。首先是生产地点的问题，小云父母坚持要她回苏州生，他们认为大陆的月子中心条件更好。阿明父母则希望她在台北生，方便他们照顾。其次是孩子姓氏的问题，在大陆，孩子通常随父姓，但小云父母觉得外孙、外孙女还是随母姓好，毕竟小云是独生女，这一要求可把阿明父母惹毛了。在台湾的传统观念里，孩子随父姓是天经地义的事，怎么能随母姓呢？再次是抚养方式的问题，小云父母提出要把孩子接到苏州抚养，等上了小学再送回台湾。他们的理由是大陆的基础教育更扎实，小孩子从小打好基础很重要。阿明父母则表示坚决反对，认为孩子应该由父母亲自抚养，不应该跨海寄养。这些分歧让小云夹在中间，身心俱疲。她怀孕期间本应得到更多关爱，却要不停地在两边家庭之间协调关系，压力大到几度崩溃。阿明虽然尽力支持妻子，但他自己也有工作压力，加上性格温和，不善于处理冲突，常常显得力不从心。关键时刻，我丽姐出场了。小云是我多年的好闺蜜，看到她被婚姻困扰成这样，我怎能袖手旁观？我飞到台北，和小云面对面长谈，了解了她婚姻中的种种问题。丽姐，我真的好累啊。
小云抱着我失声痛哭。有时候我甚至后悔当初的决定，傻丫头，婚姻哪有十全十美的？我拍拍她的肩膀，跨海婚姻确实比一般婚姻要难，但既然选择了，就要勇敢面对。我建议小云和阿明寻求专业的婚姻咨询师帮助，同时也鼓励他多参加一些大陆新娘的交流群体，找到情感支持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提醒小云要和阿明一起建立起坚定的小家庭意识，不要让外界因素过多干扰两人的关系。你们首先是夫妻，其次才是别人的子女。我语重心长地对小云说，孩子是你们爱情的结晶，抚养权当然在你们手上，不要被双方父母左右。在我的建议下，小云和阿明开始重建他们的婚姻关系。他们约定每周有一天的夫妻日，不谈工作，不提家庭矛盾，只享受二人世界。他们还一起参加了跨文化婚姻互助小组，认识了很多和他们情况类似的夫妻，从中获得了很多实用建议和心理支持。至于双方父母的问题，他们决定采取和而不同的策略，尊重长辈的关心，但保持适当距离。对于过分的干涉，要学会说不。小云和阿明共同致函双方父母，表明了他们的立场。孩子将在台北出生，随父姓阿明的姓，由夫妻俩亲自抚养，但欢迎两边的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经常探望。这封信的效果出乎意料的好。或许是即将当祖父母的喜悦冲淡了之前的矛盾，双方老人都表示理解和支持。小云的父母甚至同意在孩子出生前来台北住一段时间，帮助女儿坐月子。7个月后，小云顺利产下一个健康的男婴，取名为陈宇，含义是胸怀宽广如宇宙。小陈宇的降生不仅为这个家庭带来了欢乐，也成为连接两岸两家人的纽带。看着小家伙可爱的笑脸，之前的种种矛盾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。他笑起来像阿明，眼睛像小云。小云妈妈第一次见到外孙，喜欢的不得了，这孩子将来一定很有出息。阿明爸爸也自豪地说，有了孩子后，小云和阿明的生活重心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育儿上，尿布、奶粉、疫苗、早教，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取代了之前的文化冲突。两人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，关系也逐渐融洽起来。不过，日子归日子，两岸差异依然存在。小陈宇一天天长大，教育问题又摆到了台面上。我觉得应该从小让孩子接受双语教育，这样将来去大陆也不会有障碍。小云提议，可是在台湾，国语和闽南语已经是2种语言了，再加上英语，孩子会不会负担太重？阿明有些担忧。那总比将来两岸交流时寸步难行好吧？小云坚持己见，这样的分歧还有很多，比如要不要送孩子去补习班，要不要让孩子学传统文化，假期是去大陆还是在台湾旅游等等。但与以前不同的是，这一次小云和阿明学会了更加包容和理解对方的立场，他们不再固执己见，而是尝试找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方案。比如在语言问题上，他们决定家里主要说普通话，但也教孩子一些常用的闽南语，让他自然而然地接触双语环境。在教育方式上，他们将大陆的基础训练和台湾的创新思维结合起来，给予孩子更全面的发展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小云和阿明开始尝试从对方的文化中汲取精华。小云学会了台湾人的随和与包容，不再事事较真。阿明则学习了大陆人的务实和进取，工作上更加有干劲。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小云的研究项目获得了重要突破，阿明则晋升为正教授。5年过去了，小云和阿明的婚姻从当初的痛不欲生转变为如今的相濡以沫。他们依然会为一些小事争吵，依然会面临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，但他们学会了一起面对，一起成长。要是没有经历过那些困难，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明白彼此有多重要。小云抱着阿明感慨地说，谢谢你没有放弃我，也没有放弃我们的婚姻。阿明亲吻妻子的额头。最近，小云和阿明正在筹划一件大事，他们决定在台北和苏州各买一套房子，方便两地往返。这个决定得到了双方父母的全力支持，他们甚至主动提出要帮忙分担部分费用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我觉得自己特别幸福。小云对我说，眼里闪烁着满足的光芒。虽然一路走来很辛苦，但现在回头看，每一步都是值得的。
我听完小云的故事，百感交集。作为一个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人，我见过太多跨文化、跨地域婚姻的成功与失败。小云和阿明的经历，或许能给那些正在经历类似挑战的情侣一些启示。跨海婚恋并非不可能，但绝对需要双方付出比普通婚姻更多的努力。文化差异、家庭干预、社会偏见，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挑战，但只要有足够的爱和耐心，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跨海婚恋故事。大家如果有什么婚恋问题，可以在下方留言，丽姐我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转发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